再过不到3个星期就是总统大选了，你知道各个政党提出了哪些关于房地产的政见吗？阿中刚入行的时候就曾经被师父耳提面命，想要成为厉害的业务，必须什么都可以聊，唯独宗教和政治不可以聊。不过政治终究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影响房地产市场的重要角色。今天这一集影片，阿中会以单纯整理资讯的形式，来让朋友们了解各位候选人的房市政见。台湾在历史上经历过好几次的房价暴涨，社会大众对于高房价的不满也是一直都存在的现象。从1989年的无壳瓜牛运动，到今年的居住正义游行，而身为一个从业多年的房仲，几乎是每一次阿中和新朋友、旧朋友出来吃饭聊天，有些朋友会稍微绕个弯，问问我对于房价的看法，也有些朋友比较真性情，会直接问我：房价这么高，到底怎么买？房价炒得这么高，你们房仲是不是也推了一把？关于房仲是不是炒房帮凶，阿中以后再专门做一集影片来探讨这个问题。不过，不论是有房还是没房的朋友，不论政治倾向是蓝绿白，还是有超过半数的人觉得房价是一个大问题。有些人后悔没有上到车，有些人干脆就不婚不生了。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尽相同。那明年1月的这3组候选人各自端出了什么样的房市政见呢？在开始介绍之前，请你先把订阅按下去，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最新影片咯。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开始吧。先来说说1号候选人，也就是柯吴配这一组的政见。民众党提出的政见是朗朗上口的3多利，分别是大力盖、大力改、大力补。大力盖也就是要盖社会住宅，目标是要盖到总户数的5%，并且强调社会住宅的储量未达5%之前，应该要减少国有地的标售，闲置的公有土地要拿出来盖社宅，像是中央部会的旧房舍、学校，由地方政府整修过后，再开放青老年和弱势来租用，并且要建立全国一致的轮候制。大力改指的是税制改革，主打租赁所得分离课税，目的是要减少租屋黑市，提供房东诱因，鼓励空屋释出。如果房东愿意诚实申报，那就不行使过往欠税核课。如果配合公益出租，可以享有较低的房屋税率，也就是所谓的房东大赦条款，并且提供房客检举奖励机制，以减少租屋黑市。大力改再来要改革囤房税制，单一自住者的税率要从 1.2% 调降到 0.6%， 囤房的人应该要课更重的税。讲到了囤房税，就顺便提一下，在12月19号当天，立法院3读通过了囤房税 2.0， 也就是房屋税条例的部分条文修正，其中的内容我会再做一集影片来讲解。除此之外，大力改还要改的是虚坪制，以实坪制来改善公设比过高的现象。最后是大力补，也就是补贴房租，并且对于房客的所得税报税、租屋支出的部分，从一般列举项目移至特别扣除额，并且提高可申报的额度。不过这个部分也在12月19号的时候，朝野取得共识，在立法院3读通过了。有关于所得税法修法的部分，我会再做影片跟朋友们讲解。再来说说2号候选人，也就是赖萧配这一组的政见。民进党提出的政见基本上就是延续蔡政府的施政方向，也包括新青安贷款。至于今年通过的各项修改，包括平均地权条例、限贷令，以及12月19号通过的囤房税 2.0 和所得税法修法，就暂时不列入今天要讨论的政见。那除了延续前朝的做法，赖萧配也提出要检讨提高奖励容积，并且大力推动都更。而针对社会住宅，要以目前的8年20万户为基础，在未来的8年增加新建13万户社宅，另外包租代管17万户，也就是要达到总共50万户的供给。另外针对租屋族，要扩大租金补贴到50万户，达到总共100万的租屋家户。再来说说3号候选人，也就是侯康配这一组的政见。国民党提出的政见也包含了盖社宅和打炒房，其中社宅的目标更是来到了惊人的120万户。另外也提到育儿成家和促进都更，以及租金实价登录。
不过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提出的555方案。根据侯友宜提出的555方案，只要你是40岁以下，无重大信用瑕疵，而且是首购，那就符合申请条件，可以享有一生一次最高1500万的全额贷款。并且政府再补贴你0.5%的房贷利率。另外，555方案也计划要设立排富条款，不过具体要限制在所得集聚多少以下，还没有明确的消息。而除了不用缴头期款以外，这个555方案被讨论最多的就是这个闭锁期，也就是最高10年的转售限制。比较多人在问的是，如此优渥的条件将会导致不一定是真正能负担房价的青年咬牙投入房市。虽然前5年的宽限期每个月房贷只要缴19000，但是到了第6年，每个月就要缴到5万元左右。以台湾的月薪中位数4.2万来说，这项政策能够优惠到什么样的族群，以及这类族群能不能够负担第6年以后的房价，值得探讨。再加上最高10年的转售限制，万一房贷缴不出来，又被限制不能卖掉，很有可能剩下被法拍的选项。在进到总结以前，我们先来综合3方的政见做一个整理。这3组候选人其实有很多相同的聚焦，像是盖社会住宅，就是3组人都有提到的。1号候选人的目标要盖到住宅总量的5%，2号候选人的目标8年要盖到50万户，3号候选人的目标要盖到120万户。再来，3组候选人也都有提到租屋补助。另外，赖清德和侯友宜都有提到要推动都更、包租代管以及新青安贷款和555方案，都是降低购屋门槛。除了以上列出的共同之处，柯文哲有提到要推动持平制以及囤房税和修改所得税法。不过这2个都已经在12月19号正式修法。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一下社宅，毕竟社宅议题也是3组候选人琢磨最多的。首先，社宅的中签率低，类别多，成效其实是难以量化。再来，依据内政部的统计方式，社宅的进度可以分为既有、新完工、新建中、已决标待开工和规划中。不过各阵营在攻防之间也会各自用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些数字。再来是新办社宅，其实是中央和地方要配合，考虑到台湾的政治文化，也就不难理解。事实上，3组候选人在各自的任期，社宅的新办都是没有达标的。终于来到了总结，当时在写文案的我真的是头昏眼花。为了尽量不要遗漏资讯，我很认真的去找了3组候选人说过的东西，也看到很多情绪性的攻防言论。那写出来的内容，可能有些人篇幅比较多，有些篇幅比较少，这是每一组候选人的诉求本来就不尽相同。如果有我没有整理到的资讯，也都欢迎在留言区补充，并且附上资料来源。最后我也想问大家，看完了以上3组候选人端出来的满满牛肉，究竟是新鲜现宰的温体牛吸引你，还是高档奢华的 A5 和牛令你向往呢？买卖房子是人生大事，千万不要乱缴学费。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祝福你买卖房子一路顺遂。如果今天这一集影片有帮助到你，请帮我按赞并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蓝绿白的房市政见。如果想要看比较轻松的话题，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如果有房地产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加入我的 Line。如果对其他主题有兴趣，也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这里是房仲诸葛亮，我们下次见。